迎收看今天的卡卡 TV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。现在北方呢，已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，所以想在外面买一些小吃呢，就不是这么容易了。但是冬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，就是我们天津很有名的糖炒栗子。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呢，就是这个小宝栗子，他们家呢糖炒栗子呢很有名。很多外地人来天津呢，都买很多带回去。但是这个糖炒栗子还是吃刚出锅的最好吃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买一点尝一下。要哪个？大的。要哦，大的。先过了。行，我走。跟栗子，因为外面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然后手完全就冻得剥不开栗子皮儿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车里面来尝一下这个刚出锅的小宝栗子。这个炒栗子的好坏呢，还是有很大学问的。如果栗子的火太大了，炒得很干，这样呢皮儿虽然很好剥下来，但是里面的栗子就不好吃了。你看这样，如果里面的炒得非常的如果火小了呢，这个里面的皮儿会跟栗子粘到一起，所以皮儿就不好剥了。所以这个火候的掌握还是很厉害的。过去的炒栗子的师傅呢，他们是老师傅，他自己在一个大铁锅里面自己掌握火候，自己炒。但是现在呢，已经都是机械化了，自动炒，所以这个温度和火候应该会掌握的更好一些。我们今天买这个栗子呢，就比较小，因为他们是根据栗子大小来定价格。今天赶上这栗子比较小，应该定价是18.8块一斤。如果栗子比较大，有时候会是20块钱，甚至更多一点儿。这刚炒出来的栗子还非常热的，非常好吃，吃到嘴里面就是非常软糯、甜甜的。这个栗子的好坏呢，其实不仅跟火候有关系，还跟栗子的选材有关系。我们北方的栗子呢，因为本身就比较甜，而且淀粉比较多，所以适合做糖炒。小宝栗子他们家应该也有烤栗子，像南方那样是吧？烤一个，这样会开一个口，但是那种应该在天津就很少吃了。这个栗子也如果说最好剥的时候，肯定是这个热乎的时候是最好剥的时候。看，这样轻轻一摁，两边一打开就出来一个栗子。然后，这个栗子热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就是停不下来的一个，就还想吃下一个。这冬天吃栗子其实是一个很补的食材，它可以补肾，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，所以在冬天吃一些栗子还是很好的。我知道应该在日本有很多的小点心都是用栗子面做成的吧。今天我们为什么选择小宝栗子呢？因为他们家这栗子从选材上就非常的严格，经过层层的筛选，将那些个里面比较空的，还有就是如有坏的、有虫子的那种栗子都把它筛选掉。他们筛选的时候应该是将所有的栗子都泡在水里，然后如果有一些个飘上来的栗子呢，这些就都把它去除掉了。这些应该都是比较空、比较轻，或者是里面不够饱满的那些个栗子。所以基本上炒完了到我们手里应该都是这种非常饱满的，没有坏的栗子，但是也会偶尔有1-2个坏，但是比例会非常低了就。然后呢，在天津呢还有其他的品牌，比如中立华栗子，还有顺起栗子，像这些比较有名的品牌连锁店呢，他们的栗子呢虽然价格稍微高一些，但是品质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我们在农贸市场自己买的那种栗子呢，相对坏的就比较多了，我觉得基本得有3-4成是坏的。
味儿不正，而且味道也不是很正，甜度和软糯度都跟它们比相差了一些。如果大家来天津玩，买栗子带回去，还是尽量买这种品牌的栗子。然后虽然买回去凉了，但是搁微波里加热1到2分钟呢，还是能够有一些个刚炒出来的味道的，比那个硬，比那个凉凉的要好吃很多。过去的小宝栗子呢，就是在马路边一个小门脸开一个小窗口，大家都在那个寒风瑟瑟中等排队买栗子啊。现在已经弄得非常好了，弄了一个店，然后大家可以到里面去买，然后还卖了很多小零食，比如一会儿我们还买了很多这个红果赞子，还有一些个点心啊、糖墩儿啊、糖果，还有一些个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小零食，也有很多。当然呢，这个店里面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呢，还是这个可以外带的这种栗子礼盒，非常漂亮，很多人都买这种带回家。我们刚才还买了一个这个天津的小吃，这个我们叫做糖赞子，其实就是山楂外面裹上经过熬制的糖霜，这样已经凝固了。记得以前买的那个糖赞子应该是不加黑芝麻和白芝麻的，小宝栗子他们家还加上了这个，不知道味道会有没有改变。这个是没有去核的山楂，因为山楂呢是比较酸的东西，所以才有了像糖墩那样的吃法。像这个呢，它外面裹上糖霜，这样一咬下去，外面糖霜很脆很甜，也感觉不到里面山楂的酸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在里面加了黑芝麻和白芝麻，这样的味道就有一点怪了，它的味道抢了那个糖的味道，感觉这个黑芝麻白芝麻还是适合加在点心上，不适合加在糖赞子上面。我还是比较爱吃这个传统的糖赞子啊，还是不要经过随便改良，我觉得更好吃。后来还买一个这个叫什么呢？它也没有它自己的名字。山药豆。山药豆，它就是山药小小的山药，外面裹上跟红果赞子一样这样的糖霜，加上芝麻。这个的甜度整体就上来了，它不像是红果本身酸酸的，裹上糖榨刚好，这样呢就比较甜了。不过这个在我们冬天也是经常吃的一个小零食。这个里面经过改良，加上芝麻，倒不影响它的口感，倒是更加香了。我嘴里的栗子还没有嚼完，然后我一会儿还要继续吃。然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栗子呢，可以来天津买一点尝尝。记住了，是天津的糖炒栗子。好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，欢迎订阅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